大家好，我是云飞。前段时间松下找到我说有个新玩具，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这展也是好起来了，还能提前要到未发布的新相机。我在此前是没有使用过松下的相机，对于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松下的 GH 系列。之前很多人选择它作为拍摄视频的一个主力机，此前也是想了解，这不刚好送上门来了吗？是的，它就是松下前几天刚发布的 S1RM2 相机，它是一台高像素的相机，有着4430万的像素，还有 1.77亿高分辨率模式和 8K 视频，这么强大的性能，这不得来给大家分享一波。我会从一个初次接触松下的角度出发，带大家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型号。那么我们两手掌，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首先是它整体的风格，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佳能和索尼，松下它给我的感觉是硬朗和实在。就你看这个线条的设计，按键的丰富程度，就连录制键它都有两个，一个在顶部，一个在左侧的外部。拨盘锁定有两个 ，Lock 键也有专门的这个拨杆，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这些有的没的直接一股脑都给上了啊！有独立的拍照、视频档位的切换，手动对焦居然也有一个实体的拨杆。这是松下都这样吗？就确实挺方便的啊。像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像屏幕和取景器的实体切换，这些我在使用其他相机的时候都没有体验到过啊。在我拿到它的时候，我是一脸懵的，咋这么多按键呢？但实实在在，当我熟悉它了之后，是真香啊！而在接口方面，虽然它是一个高像素的照片机，但依然是全尺寸的 HDMI 的接口，有3.5毫米的音频输入和输出 ，Type-C 数据和充电口，在右侧还有一个 Remote 接口。底部还藏了触点，这个主要用于连接速拍手柄，还有传输控制信号的。通过这些设计，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松下是在很用心的做他们的产品。而和别的相机最大的不同，不是这些控制，而是这个方折屏加旋转屏。之前看松下的测评，一直对这个屏幕的方折旋转很感兴趣。我实际用过之后是觉得真的用得非常的舒服啊，不管你是啥角度，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监看体验。相机它支持双卡槽，一个 SD， 一个 CFP， 看自己的需求使用不同的卡槽，在拍摄的规格里面也会标明对应支持的储存卡。而它的握持部分的设计，手柄那一块突出会比较多，所以手部握持的话，它会比较的舒服。就内部它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握持的空间，它整体的重量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裸机状态下它是793克，属于是正常水平，握持手感还是非常舒服的啊。对于这个外观设计，你觉得怎么样呢？而这个机器在配置上面，它搭载了一块 IMX366的全画幅 CMOS， 照片是4430万像素，而视频也是直接到了 8K， 还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摇摇乐，而这次是直接手持就可以生成高像素的照片了啊，实用性是大大提升。而大家比较关心的对焦的方面，这次直接有了带 AI 的相位混合自动对焦，我实际测试下来，在 4K 60帧模式下就确实非常的智能，可以很轻松的识别并追踪到人、自行车、电瓶车、汽车、宠物，而且还可以清晰的看到它识别是多个的，还是很让人安心的。我实际测试下来，我个人是感觉它的对焦是蛮厉害的，不过仅限于在 4K 60P 以下的场景里面，识别的物体和人物都是非常准确。在 4K 高帧率模式及以上的拍摄规格，它的对焦模式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可能是因为高规格的视频处理导致性能不够，这和不同视频模式下的系统分配策略会有关啊，或者松下后期可能 OTA。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目前来说各个视频拍摄规格的实际的对焦的情况。我这使用的是松下的20到60的镜头，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在 4K 60模式下，它的对焦是有 AI 的介入，人物的识别是非常快且准确。而在实际的录制的时候，它会稍微慢一点啊，但还是能够牢牢的抓住人物。而在 4K 60以上的规格，它的对焦模式就没有那么积极了，没有了识别框，对焦也会慢很多。
目前来说，主流的流媒体网站大多都是4K60的一个制作规格。RM2有这个表现，其实还是蛮不错的，特别是它作为一个摄影高像素旗舰机来说。而另一个我觉得松下一直以来的优势就是它的防抖是真的很不错。我在拍摄一些样片的时候，就是直接手持拍摄的，机身自带的8级防抖就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直接按下拍摄就可以获得稳定的画面，这让我们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就有了不少的底气。而在视频方面，它的设置也很强大，有众多的功能，比如广受好评的10 LUT、松下的色彩配方等。这次还新加入了专业的伪色功能，照片视频有了个新的格调 Cinelog A2。我测试拍摄的时候就是搭配它。视频方面，它给我的感觉是有着不错的底子，宽容度就比普通的素材要高很多。我看到还有别的 UP 主称它为阿莱的色调啊，这就确实可见它的实力了。在调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调到你想要的颜色，就有点小灰偏的那个意思啊。当然，它还有双原生的 ISO， 有 6.4K 30p 10比特片门全开模式，可以记录拍摄3:2的视频，也就是之前我们在影视飓风里面看到的库门全开模式 Open Gate。而意思就是利用传感器的全部面积进行拍摄，不进行任何的裁剪或者遮罩的处理，从而使得传感器能够捕捉到最大分辨率的信息量。但遗憾的是，它只有 6.4K 上帧，它是没有高帧率的啊。不过也是一个松下独有的技能吧。而它的照片拍摄，其实我是带它去了一些地方的，比如去了深圳、南京，但我的镜头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在锐度方面可能不太能展现它的实力。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高像素照片带来的优势，就是裁切、重新构图这一块有着不错的底气。不过目前它是刚发布没多久，所以它的 IAW 读取是有一些小难度的，就是我们需要安装最新的 Adobe 软件，这也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使用它拍摄照片，整体用下来就还是那个感觉，它的这块大屏幕是真的太好用了啊，各个角度都可以照顾到，再也不会有奇怪的摄影姿势了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我拍摄的一些照片吧，都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曝光调整和一溜溜的调色，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参考。最后我还是来给大家说说我是用下来的一个感受吧。更多的是聚焦在实际的操作体验上。首先，它整体的设计很实在，有着很多的功能按键，这很好，在摸透熟悉之后，基本上是可以盲操的。再就是它的实际操作，之前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松下的回放预览会慢一点，我实际用下来确实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是会慢一些的啊，后面就好了。然后就是它录制键并不是我们按下录制就开始了，而是要等这个计数，会稍微的慢一羞羞。这些是我体验到一些和别的相机有差异的点。以它现在的售价给到现在这个参数，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照片连拍可以一下子拍70张的肉，电池我个人用下来拍摄照片基本上也可以坚持个大半天，所以生活用的话2块电池就可以使用1天。工作的话，我建议最少是使用3块电池。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松下的相机，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各个参数都很好调，也把各个参数都开放到给你调整选择，就还是一家很开放的公司。我也在它的 RM2上体验到了很多别家没有的东西，就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使用的时间就还是不够长，也不够全面，但也是尽可能的把我感受到的东西，实际用下来的感觉都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了解它。你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使用松下相机的一个体验，更多的样本才能够帮助到更多后来的人们。毕竟还是很多人想要了解松下，了解 RM2，所以可以来个关注吧。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